意识正在地球大钟当中觉醒，由此而加速发生和展现的事件，正在渗入每个人的实相当中。这些精心安排的事件，是为了给你们整体作为一个物种，带来新8度音程的光之表达。你们追随自己的内心，把自己整合进入这个旅程，并听我们分享的故事。你们在地球层面打开了门户，从而使来自未来的银河潮汐光波得以注入。大众正在觉醒，他们来到你的身边，感觉到意识的颤抖，感觉到地球内的变化。这标志着所有人类的成年礼。在我们导师的伟大帮助下，我们也向地球传递了符合我们的目标信息，并把我们的能量注入这些信息。我们觉得在这个时间，我们已经给予了地球一种启发灵感的精炼信息，这就是携带真相的信息。这些信息让你心里痒痒的，诱惑并且呼唤着你那隐藏和沉睡的部分自我。我们在本书当中分享的资料，是为了从内在唤醒你原本就知道的信息，为了给你们带来并且让你们理解你们所在现实幻象的不同版本的信息，以及你在这其中扮演的角色。这些发人深省的信息已经刺激到了你们每个人。我们的意图是从某些地方推动和激发你，而非让你不快。你们可能会让自己不安，我们鼓励你寻找舒适，我们也鼓励你去攀爬内在的意识高峰，到感觉舒适的新的地方，寻找那些永远年轻、永远鲜活并且持续进行着创造性表达的山谷。在那里，你会发现意识的新风景，以及来自未来的银河光波。我们希望在22章，也就是最后一章，传达着最后的信息，去使用数字22的震动。22是个大师的数字，这个数字与把大师的教导带入这个物质的实相有关。这些教导包含了一种编码，这些信息并不只存在于文字的编排之中，有着不同层次的信息隐藏在了书的编排之中。观点一经呈现，冲突也会产生，解答已经提供，而灵感舞动着你，永远鼓舞着你，让你处于自我启发的终极承诺之中。我们感受到你将从这些我们在幕后指挥的乐曲当中受益。理解书中呈现的内容需要一个过程，虽然看似产生了迷惑和混乱，看起来事物被打乱了，但这扰乱本身却创造了它自己的秩序。这一秩序将在数字22的章节当中得到总结。在这篇的信息当中，我们对你们每个人的灵魂和心灵讲话。我们请求你倾听这召唤，认出它，作为光之家族的成员，站出来，于地球上行走的每一天，勇敢地活出自己的光，与你遇到的每个人分享光。这并不是说要去布道或者推销，而是活出你所是的光，与你存在的简洁性中发现其意义，让它绽放，并在地球转化的关键时刻去散播。进入更高的音程，那是次元融合和新领域创造的过程，将使每个人对死亡有着更深的理解。你的光是不可或缺的，你的光代表了你所知晓的。通过那些你无法识别的设计和编码，这本书使用了很多方式，
在这最后一章当中提醒你，我们所说的一切，你早已知晓。在这个变化和转变的时代，你所认知的世界面临着终结，是时候分享你的发现和掌控肉体的奇迹了。哪里有死亡，哪里就会有新生，死亡总是伴随着新生。随着地球接近大转变的日子，你们每个人都将被召唤，作为光柱站出来，在人们绝望之际，你将向他们展示道路，因为陈旧的方式将不再能解决问题，它不匹配，也不适用。我们在书中暗示过很多次，光会带来很多的混乱，所以在这些时候就需要你的才能。你不能逃走躲起来，因为你需要给周围带来另一种存在方式，需要你来分享你的信念，也就是通过思想能够创造现实，并通过疗愈创造新的文明与合作的理念，向其他人展示这一切如何运作。随着日期的临近，古代先知们会复活并且现身，这些古代先知将会非常的有趣，并在教导地球的过程当中告诉你们他们自己版本的有关自己的故事。随着进化，你会携带你所知晓的继续前进，分享并且活出它，你将成为光的伟大管道和表达。通过这一过程，你会发现在接下来的几年当中，根据你要学习的东西，你会与超光速提升，你将拥有的能力、天赋和知识都仅仅来自于你的内在。我们要提醒你，一股银河潮汐光波会来到地球，这一能量的插入会被大众感知到，就好像整个星球的意识提升了。这股光波对频率被锁定的民众有着强烈的影响，而你作为数百万的光之家族的成员，要在体内容纳这股光波，并且允许光体的第一层融入可以被你们保持住。光体中保持着完整的人类变化，它能通过改变视角而转换意识，进而改变实相，就像电视转换频道一样。光体能保持所有这些编码数据，并能随意转译它，它能进行跨维度或者不同维度之间的交流。要记住，物质是受限制的光，当你建立了光体，你允许分子结构重组，唯物主义的网格就有了松动，以便灵性的理解可以更加的深入日常的生活当中。建立光体就是让不那么受限的事物显化出来，并且允许光一种更自由的表达，在寻找它自己的源头当中，成为你之所是，以便你不那么稠密。随着振动频率的提升，你会成为光体，你将显著地观察到身体的转变，你的身体变得更有活力，更加年轻，在它自己的存在当中得到更多的滋养，并成为大量信息的处理器。它将成为超级的存在体。建立光体的过程也包括成长为一个超级存在体。通过再生和延长细胞的生命来达到长寿的目的，将会再次成为潮流。这是建立光体的一部分。光体是不那么稠密的身体，不会自我毁灭，而是自我生长、自我补充。这是你们所有的人都致力达到的。你们将会成为光体，而且会感觉到它。如果你的逻辑头脑可以不去怀疑其可能性的话，此外，社会也没有告诉过你这是可以发生的。不要去听信社会，这一点我们再强调一遍，这将是最困难的任务
和最大的突破。你们拥有社会化的自我和灵性的自我，你们必须决定哪个才是神圣的，哪一个是你的权威，让你灵性的直觉自我成为你所经历的体验的权威吧，因为那是你的体验，没人能给予你认同。你的体验源自你的使命，你无需记得，但是你正走在这条路上。如果你能知道一切都有其神圣秩序和神圣意义，没有小我的臆断，你将会迅速地穿越各种实相，对这股银河光波的体会会各式各样，但是它绝对会把每个人推入到最伟大的机遇当中，当然那也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最后，我们要感谢你们，你们认出了光之源泉，它是你们特质的一部分，因此你们才会阅读这些信息，并且去倾听那回响在你体内黄金螺旋通道的寂静低语。我们荣耀你，我们认可你，并来到这里帮助你。我们作为光之家族来到这里，带来让自由重归地球的选项，它将作为生物信息库的一部分闪闪发光，它会成为一颗新星，许多有情世界地平线上的一道新的曙光。我们在未来等待着你的过去与我们的当下交汇，并推动所有的存在进入新的音程，那是最高存在的音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你的协助，是我们极大的荣幸。